月儿最近回来的很晚，表情阴沉且凝重，手上还有大量的割伤。回到家也不说话不吃饭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黄昏也没有立场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一直什么都没有说。倒是阿尼亚通过旁人的预知能力得知月儿会哭，月儿沉默地看着手上的伤疤。如果这件事失败的话，他可能会失去黄昏和阿尼亚。下班之后，月儿脸色阴沉着抱着往下滴红色不明液体的纸袋，敲响了卡米拉家的门。卡米拉神秘地问他这几天也要继续吗？月儿凝重地点着头，然后竟因为压坏了番茄被卡米拉骂了一顿。3天前，月儿拜托他的职场塑料朋友说想学做菜。前几天黄昏因为吃了他做的早餐，结果蹲了整整1天厕所。再这样下去，绝对会陷入婚姻危机，所以他希望能有人指导一下他的厨艺。可惜他们一个家里有佣人煮饭，一个是料理白吃。这时多米尼克走了过来，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后，热情地推出了伴侣卡米拉。没错，别看卡米拉这样子，她料理其实非常好。于是莫名其妙的，卡米拉就成了月儿的料理老师，每天下班之后都在卡米拉家里开料理课堂。月儿做饭的威力他们是见识过了，为了两人的生命安全着想，多米尼克专门找来了尤利给月儿试毒。一听说可以吃到姐姐亲手做的料理，尤利兴高采烈的飞奔而来。结果到了才知道，月儿是要为了黄昏做菜，心情非常复杂。月儿今天打算煮点杂菜汤试试，结果在第一步削土豆皮上就大失败，因为削皮器太难用，直接把案板搞成了凶案现场。原来他这一手伤就是这么来的。月儿最擅长切东西，但要不是切得太薄，或者干脆连案板一起剁了。卡梅拉从来没教过这么笨的学生，气得对月儿大骂，他这种人到底是怎么结婚的？殊不知尤利已经盘算着要把对姐姐不敬的他处死了。卡梅拉深深的觉得月儿已经没指望了，最好放弃，然后和那个帅哥离婚吧。月儿恳求卡梅拉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要是和黄昏离婚的话，他就又要担心自己被抓了。卡梅拉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还是帮月儿完成了第一道料理。不过这诡异的颜色和恐怖的黑气实在让人不敢恭维，笑死，正常人根本不敢吃。这时候尤利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，尤利高高兴兴的咬了一勺进嘴，直接感动的哭了出来，太好吃了，这就是姐姐的味道。当然他如果没有边吃边吐就更有说服力了。卡梅拉和多米尼克非常迷惑，这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，遂尝了一口，原地去世。月儿能把一道简单的菜煮成生化武器，也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了。卡梅拉觉得杂菜汤对月儿来说还太早，于是让他去做肉丸。尤利吃的脸色发蓝，冒冷汗，脑子里走马灯，差一点就要和黄泉对面的妈妈团聚。因为父母去世，尤利从小就是吃这样的食物长大的，味觉早就被调节的奇怪了，能活到现在只能说是个奇迹。卡梅拉没辙了，只好问他们印象中父母做过什么好吃的菜。姐姐俩不约而同的想起了妈妈做过的炖菜，回忆记忆中那道菜的味道。月儿认真的搅拌着料理，卡梅拉觉得月儿变了，她之前要更面无表情，就像个机器人一样。月儿想了想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结婚了吧，或许是因为爱情的力量，这道普通的炖菜奇迹般的没有翻车，但尤利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问起月儿的老家，卡梅拉又往里面加了些奶油，果然就和记忆中的味道一模一样，总算成功了一道菜。月儿和尤利告别卡梅拉回家，多米尼克看着卡米拉，觉得她真可爱，临走又被塞了一口狗粮。黄昏在家里训狗，阿尼亚饿得受不了。就在这时，月儿回来了，开心的表示今天的晚餐由她来煮。黄昏和阿尼亚顿时觉得大难临头，他们这才知道月儿之前在做烹饪特训。饭菜上桌，怀着必死的决心，黄昏阿尼亚咬了一勺进嘴，但却意外的非常好吃。看着老公孩子满足的笑容，月儿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她本以为自己是为了继续从事杀手工作才继续这份生活，但没想到获得他们的认可，看到他们的笑容竟会如此单纯的让她感到开心。月儿对于妻子和母亲一职终于有了自信，然后端出了自己的原创大作。黄昏和阿尼亚当场去世，弗朗基叫来黄昏秘密碰头，说自己有喜欢的女人了。黄昏莫名其妙表示尊重祝福。弗朗基想让黄昏教他约会的必胜法，黄昏只留下了一句努力，然后扭头就走，气得弗朗基要把他的情报卖给秘密警察，结果遭到了黄昏的死亡凝视。弗朗基只好以帮他免费研发小型录音机为条件，总算是把黄昏劝到了咖啡厅。他要追的女性名为莫妮卡，是一间雪茄俱乐部的店员，用上情报贩子的所有手段，弗朗基把对方调查了个底儿朝天，让黄昏一阵恶寒，这是跟踪狂吧？但说到底，弗朗基擅长的只是收集情报，而分析和拟定作战只能交给专业人士。黄昏很无奈，但还是决定帮这个可怜的痴情人，于是大手一挥，给弗朗基写下了秘密妈妈的对话流程图，堪称可怕。弗朗基嚷嚷着要适合一切场景的万用剧本，当然没有这种东西，他又不愿意让黄昏跟着去现场指挥，最后的办法只有进行模拟对话了。为了好兄弟的爱情，最强
强间谍不惜变装漂亮姐姐。经过1晚上的对话训练，弗朗基挂着一双黑眼圈告别黄昏。第2天，西装革履的去见了莫妮卡。黄昏一家出去玩，正好遇上了弗朗基。黄昏问他约会怎么样，弗朗基表示已经约到了人，不过对方家里瓦斯没关就先回去了，说改天和他一起看电影。听到弗朗基心事的阿尼亚同情地拍了拍弗朗基，很明显他的求爱一点也不顺利，甚至连约会还没说出口就被拒绝了。弗朗基伤心地去酒吧买醉，因为没钱只能喝便宜的酒，但酒保却给他倒了一杯好酒，说有人请他。弗朗基扭头一看，黄昏居然跟着他来了。他安慰弗朗基，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可以对他人抱有不必要的情感，就算他们能交往，今后也无法顺利地走下去。今天他就陪弗朗基喝个痛快吧。